哎呀，家人們，今年春晚呀，机器人一出來，我第一反應就是這不就是花架子嗎？跳個舞，走個步，演個小品，誰知道是不是後台有人操控？是不是靠特效撐場面？是不是中看不中用？我這人別的不行，就愛較真，就愛當質檢員。別人看春晚是看熱鬧，我看春晚是看真功夫還是假把式。於是我沒忍住，直接找機器人過了2招。我可是黑帶0.9段的選手，本以為能輕鬆拿捏，結果人家猛的一批經過本大招質檢員親自測試，不是花架子，是真功夫，不是特效，不是遙控，不是演，人家那是真平衡、真力量、真反應。我0.9段都打不過，誰還敢說這機器人是擺設？家人們，停下你們靈活的手指頭！如果你還以為春晚只是看小品、搶紅包、吐槽節目的合家歡背景板，那我告訴你，你正在錯過一場國家級的未來發布會。本期視頻，我敢說会顛覆你對明年春晚的所有認知，甚至會改寫你未來10年的財富軌跡。先拋3個王炸，讓你瞬間清醒。第一，明年春晚 AI 機器人搞不好要正式登上語言類舞台說小品，不是群舞，不是道具。是能接梗、能抖包袱、能跟蔡明老師飆戲的正規演员。第二，這個機器人的大腦是豆包身體，是頂尖人形機器人。道德經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大腦加身體的組合，就是未來萬物的新形態。第三，這還不是最炸裂的，剛剛爆火的 C 檔12.0已經被黑神話悟空制作人馮驥直呼地表最強。他正在把元宇宙搭建變成人人都能做的事兒，這意味着未來的資產排名將從我有幾套房徹底變成我有幾台機器人。我搭建的元宇宙能創造多少價值？現在我來幫你們拆解藏在春晚裡的未來密碼，告訴你為什麼說明年春晚是 AI 元年 ，AI 取代人工後，普通人的價值到底在哪裡？我們該如何抓住這場機器人加元宇宙的財富革命？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沒有發現春晚的舞台從來都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大家好，歡迎来到老友記，我是大钊。在開始之前，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沒有發現春晚的舞台從來都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從80年代的康巴斯鐘表，到90年代天價白酒，再到2000年的家電巨頭，以及後來的互聯網紅包大戰，每一個時代的頂流行業都精準地霸屏春晚。史記或者列傳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春晚的舞台從來不是單純的藝術殿堂，而是資本、技術與時代趨勢的角鬥場。而2026年馬年春晚的種種信號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一個全新的時代，具身智能加 AI 創作的元宇宙時代已經呼嘯而來。那麼第一個核心問題就來了，豆包是大腦，機器人是身體，兩者結合到底是什麼？答案很簡單，卻足以震撼世界。這是未來的新生產力，是能替你創造價值的數字分身。你想象一下，現在你問什麼，豆包就會告訴你什麼。那將來呢？豆包植入到機器人身上，你安排机器人去做什麼，它是不是就會去做什麼？很多人還在把 AI 當成工具，把機器人当成玩具。但2026年春晚已經用實際行動給我們上了最生動的一課。今年春晚，松研動力的人形機器人搭載着豆包的語音模型，首次登上小品舞台，實現了真正的語言交互。語術機器人作為合作夥伴，其擬人化的音色跟語氣全靠豆包大模型撐腰。就連上汽奧迪的奧迪助手也是基於豆包打造，能和你實現近乎真人自然对話。這已經不是科技炫技了，這是量產警告。荀子勸學說：“君子生非异也，善假於物也。”在農耕時代，牛是我們的身體延伸；在工業時代，機器是我們的力量延伸；而在 AI 時代，豆包加機器人就是我們的智慧加行動雙重延伸。你以為它只能登上台說小品？錯，它可以是你24小時不休息的打工人，幫你看店，幫你送快遞，幫你照顧老人。它可以是你專屬的創作搭檔。你在元宇宙搭建了一個直播間，它幫你實時互動，引流變現。它甚至可以是你分身。這就是未来資產的核心邏輯。過去資產是死的，房子、車子不會主動幫你掙錢。未來呢，資產是活的，
機器人就是你的員工，豆包就是它的大腦，他們創造的價值就是你的被动收入。听懂了这一点，第二個更扎心的問題來了。剛剛推出的 C-DANS 2.0到底在告訴我們什麼 ？AI 取代人工後，普通人的價值在哪裡？就在今年春晚 ，C-DANS 2.0完成了它的國民级首秀，賀花神裡的極致還原的花卉微觀世界，黑神话悟空的相關視覺內容創作，全都有它的深度參與。馮驥說他終結了 AI、GC 的童年時代 ，Team 連呼6次恐怖，因為它徹底打破了 AI 創作不可控的魔咒。它能解決角色漂移，讓同一匹馬在不同鏡頭上嚴絲合縫；它能實現多模態輸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隨便組合，而且能生產廣播級畫質的視頻。它還能做音畫同步、雙聲道立體聲輸出，讓普通人拍電影像寫作文一樣簡單。很多人開始恐慌，AI 連視頻都能生成，連機器人都能幹活了，我們普通人還有什麼用？是不是要被時代淘汰了？別急啊！這裡我要引用莊子《齊物論》裡的一句話：“物無非彼，物非物，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AI 取代的從來都是重複勞動，而不是創造價值。C-DANS 2.0降低的是創作門檻，而不是創意價值。你想想 ，C-DANS 2.0能生成視頻，但它不知道你的粉絲喜歡看什麼；機器人能上台說小品，但它寫不出戳中人類情感的劇本。AI 能搭建元宇宙的房子，但他不知道這個房子該用來做什麼生意。這就是普通人的核心價值：元宇宙搭建者 ，AI 的駕馭者，價值的定義者。未來的世界會分成2個部分，一個是物理世界，一個是元宇宙世界。AI 和機器人會幫我們搞定物理世界的重複勞動，而我們普通人要做的，就是在元宇宙裡搭建場景，創造內容，鏈接價值。舉個例子你是一個美食博主，過去你要自己買菜、做飯、拍攝、剪輯，累死累活，一天只能輸出1條視頻。未來你只需要用 C-DANS 2.0輸入“我要一個元宇宙餐廳，中式古風，由機器人廚師”，就能生產完美的場景。然後你就操控搭載豆包的機器人，在元宇宙餐廳裡直播做飯 ，AI 幫你實時剪輯、引流，你的粉絲在元宇宙裡下單，物理界的機器人幫你配送。你看。AI 和機器人就成了你的左膀右臂，而你是整個元宇宙美食帝國的搭建者跟掌舵人。這就是 C-DANS 2.0告訴我們的終極真相：AI 取代人工，不是讓我們失業，而是讓我們從執行者升級為創造者。好了，既然未來的趨勢已經如此清晰，豆包加機器人是新資產，元宇宙搭建是新價值，那麼第3個核心問題，也是大家最關心的。我們普通人該如何抓住這場革命，不被時代淘汰？我給大家出3個點子，聽懂了你就有可能彎道超車。方案1：順勢而為，擁抱工具，不做時代逆行者。道德經有云：“道法自然。”時代的趨勢就像春夏秋冬的更替，是不可逆轉的。你順應它就能事半功倍，你抗拒它就會被無情淘汰。很多人現在對 AI 對機器人充滿抵觸。覺得冷冰冰的機器取代了人的溫度，但你要知道，汽車取代馬車的時候也有人抱怨，手機取代座機的時候也有人不習慣，但最終所有抗拒趨勢的人都被時代甩在了身後。作為普通人，我們該怎麼做？第一，主動學習豆包等 AI 工具，不要覺得年紀大了學不會。C-DANS 2.0的強大之處就是低門檻，你不需要懂代碼，不需要懂剪輯，只要會說話、會打字就能生產專業的視頻。從今天開始把豆包當成你的私人助理，幫你寫文案、做策劃、剪視頻，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第二，關注機器人產業的平民化機會。你不需要現在就買一台機器人，但你可以關注它的配套服務，比如機器人的售後、運維、編程，甚至是機器人內容創作。未來每一台機器人都需要有人给它寫話術、做培訓，這就是普通人的機會。記住趨勢來了，擋都擋不住。與其站在原地恐慌不如主動擁抱，讓工具成為你的武器。方案2：深耕內功，打磨創意，做不可被替代的創造者。論語裡說：“欲速則不達。”很多人看 AI 火了，就盲目跟風，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卻忽略了最核心的東西：你的創意、你的認知、你的獨特性。AI 可以生視頻，但它生不了你的人生經歷。機器人可以說小品，但它說不出你對生活的感悟。元宇宙可以搭建無數個場景，
但只有你能搭建出屬於你的獨一无二的價值场景。所以第二個方案就是深耕自己的優勢，打磨自己的創意，做 AI 做不到的事兒。舉個例子你是一個寶媽，你最懂寶媽的痛點，你可以用西檔斯 2.0 搭建一個元宇宙寶媽交流群，這裡的機器人幫你解答育兒問題，而你呢，負責分享你的育兒經驗，鏈接寶媽之間的情感。這種情感鏈接就是 AI 取代不了的。再比如你是一個非遗傳承人，你可以用西檔斯 2.0 把你的非遗技藝生成元宇宙的沉浸式體驗課程，然後呢，讓機器人幫你1对1教學，而你負責講述非遗背後的故事，傳遞傳統文化的溫度。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 AI 時代獨善其身就是打磨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達則兼濟天下就是用你的創意為別人創造價值。只要你有獨特的創意，有深厚的內功 ，AI 永遠不會取代你，只會成為你的放大器。方案3，布局元宇宙，積累數字資產，做未來的財富持有者。過去我們積累的是物理資產，房子、車子、存款、黃金啥的。未來我們要積累的是數字資產。你搭建的元宇宙場景，你創作的數字內容，你擁有的機器人員工。《史記·货殖列傳》裡說兩股不為折月不市。聰明的商人不會因為一時的困難就放棄經營，更不會因為看不到眼前的利益就忽略未来的趨勢。家人們，42年春晚見證了中國經濟的滄桑巨變，而2026年馬年春晚將成為 AI 時代的正式起點。豆包是大腦，機器人是身體，兩者結合是未來的新生產力。西檔斯 2.0 的出現，讓元宇宙搭建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未來的資產是活的机器人，未来價值是你搭建的元宇宙，未来的我们将從物理世界的勞動者升級為元宇宙世界的創造者。或許你會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能幹點啥？但請記住《離騷》裡說：“承其己，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馬年已至，時代的奇蹟已經奔騰而來。它不會因為你是普通人就放慢腳步，但它會因為你主動擁抱而給你無限的機會。不要再說我跟不上時代，西檔斯 2.0 已經把門檻降到了最低。不要再說 AI 會取代我，你的創意跟認知永遠不可被替代。不要再說未來太遙遠，明年春晚的機器人小品就是未來的預言。未來的世界不屬於害怕變化的人，而屬於擁抱變化、主動創造的人。明年春晚，當 AI 機器人站在舞台上跟真人演員飆戲的時候，希望你能驕傲地說：這場革命我抓住了。我是大钊，下期再見。